你有没有真正坐下来，拿出一张纸、一支笔，好好计算过你的劳保年资到底累积了多少年吗？我今天要跟你分享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，这件事可能直接决定你晚年生活的质量。如果你没有搞清楚最新的劳保规定，很可能你辛辛苦苦缴纳了一辈子的保费，等到要领钱的时候，退休金会直接减少，这一少就是100多万台币，甚至更多的差距。这绝对不是夸大其词，而是现在正在发生的真实情况。今天这集视频关乎你未来20-30年的养老钱，我恳请你一定要耐心看到最后，因为这可能是你今年听到的最有价值的信息之一。智慧康行的各位好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雅，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。刚才那个开头，我真的没有半点夸张，也不是在故意制造紧张，这是最近许多去到劳保局办理退休手续的朋友在柜台前最真实、最令人惋惜的经历。他们往往等到真的要签字领钱的那一刻，才猛然发现，因为自己不懂规则，或者因为中间工作断过，又或者因为公司当初投保薪资申报有误，导致每个月能领到的退休金眼看着减少了好几千块，那种感觉是难以形容的。因为劳保的老年年金一旦核定下来，就是终身的事情，再也没有机会让你修改重来，这个差距会跟着你一辈子，每个月都在提醒你当初的疏忽。所以今天这期节目，阿雅不打算讲任何空洞的大道理，我们就来实实在在的聊聊钱，聊聊你怎么才能把自己的权益牢牢守住。特别是如果你也是50岁以上的朋友，正在规划或者即将面临退休，那么这集内容对你来说价值重大。在开始之前，如果你觉得我们分享的资讯对你有帮助，请一定动动手指帮我们按个赞，也记得订阅我们智慧康行的频道，把旁边的小铃铛点开，这样你才不会错过任何一条能帮你守护财富的实用养老资讯。我想先跟大家讲一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。就在上个月，我去拜访了一位在劳保局服务了38年的老前辈，他已经退休好几年了。我们喝茶聊天的时候，他非常感慨地跟我说了一句心里话。他说：阿雅，我在那个柜台后面做了30多年，看过形形色色的人来办理退休，我最替那些一辈子认真工作、勤勤恳恳的劳工朋友感到惋惜。太多人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，觉得劳保嘛，就是有工作的时候公司帮我缴，没工作的时候就停掉，等到65岁法定年龄到了，我走进去办手续领钱就好了。结果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个看似简单的想法，在最后关头吃了亏。这位老前辈当时指出了一个最普遍的情况，那就是平均月投保薪资到底是怎么计算出来的。我猜很多朋友可能到现在都还以为退休金就是看我退休前最后1个月的薪水是多少。比如我退休前半年特别努力，老板帮我加薪到了45800元这个最高级距，那我以后退休就按照这个数字来领钱。如果你也这么想，那阿雅必须告诉你，这个想法并不正确。劳保局的精算方式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和长远。根据现行的劳工保险条例，我们在计算老年年金时，那个最重要的基数平均月投保薪资，采取的竟然是你整个职业生涯中投保薪资最高的那60个月的平均值。请你特别注意听，是最高的60个月，不是最后几个月，也不是随意挑的几个月，是把你一生所有投保记录摊开来，找出薪水最高的那一整段时期，足足5年60个月。这60个月就是你退休金高低真正的关键。但是现实情况是，我们大多数人的职场生涯都不是一帆风顺的。很多人因为换工作，因为公司结束经营，因为被资遣，或者甚至是为了每个月节省一些保费，自己主动去申请调降了投保薪资。这些情况都会导致你那宝贵的黄金60个月出现中断，或者变得不连续。为了让所有朋友都能清楚感受到这里面的差距有多大，阿雅接下来就直接用数字说话，我们来算2笔账。通过这2个对比案例，你会立刻明白这里面的重要性。我们假设生活中有2位朋友，一位叫文雄，一位叫正南。他们2个人年纪相仿，工作能力都很强，年轻的时候薪水也都不错。文雄哥是个很有远见、懂得规划的人，他在职场奋斗了整整30年。他在65岁退休的时候，劳保年资刚好满30年。更重要的是，他非常关注自己的劳保权益，他确保了自己在职业生涯的黄金时期有完整的连续的5年，也就是60个月，都是投保在劳保的最高级距上，也就是目前最高的每月45800元。好了，我们来动手算一算，文雄哥每个月能领到多少退休金？公式其实不复杂，就是平均月投保薪资乘保险年资乘 1.55%。那么文雄哥的算式就是45800元乘30年乘 1.55%。我们先算45800乘以30，等于1374000，再把这个数字乘以 0.0155，算出来的结果大约是21297元。也就是说，文雄哥退休之后，每个月就会有接近21300元准时汇入他的银行账户。现在我们来看看正南哥的情况。
正南哥同样非常努力，工作年资也累积了30年，但是他的人生道路可能比较波折。在职业生涯的最后10年里，他的工作变得断断续续，有时候因为产业不景气被裁员，休息了1-2年，有时候换新工作，为了赶快上班，没去注意新公司帮他报的劳保薪资是多少，结果被雇主以较低薪资的方式处理。又或者他曾经听朋友说自己把投保薪资调低一点，每个月可以少缴一点保费，他就真的去做了。这些原因加起来，导致他虽然拥有30年的总年资，但他人生中最高薪的那60个月，平均下来被拉低到了只有32000元。我们再来算正南哥的退休金，32000元乘30年乘 1.55%， 先算32000乘以30等于96万，再乘以 0.0155， 算出来的结果是14880元。各位好朋友，请你把这两个数字放在一起看，文雄哥每个月领21297元，正南哥每个月领14880元，两个人每个月相差了6417元，这6000多块是什么概念？一年下来，这个差距就拉大到了77000多块。现在我们台湾人的平均寿命越来越长，保守一点估计，退休后至少领个20年，这20年下来，正南哥就比文雄哥少领了超过153万台币。153万就只是因为不了解最高60个月这个关键规则，没有去注意和维护自己那宝贵的记录，这笔钱就可能不知不觉地产生差距。我相信听到这里，屏幕前很多朋友心里一定在想，哎呀，那我到底该怎么办？我怎么知道我的年资到底有多少？我怎么确认我以前的薪资有没有被公司申报正确？我现在发现还来得及吗？别着急，阿雅既然把这么重要的问题提出来，就绝对会给你一套完整的可以马上操作的解决方案。接下来这3个步骤，请你无论如何要记下来，并且真的去做。第一步，请你立刻为自己安排一次劳保权益总体检。这件事情的优先级必须是最高，绝对不能拖延，因为你拖越久，可能遗失的记录就越难追查。好消息是，现在政府提供的查询工具非常方便。如果你家里有电脑，请你找出你的自然人凭证，或者现在更普及的健保卡，再准备一台读卡机，直接登录劳保局全球资讯网的异化服务系统。网站上有一个功能叫做劳工保险异动查询，点进去之后，你所有的投保记录会清楚地展现在你面前。如果你觉得用电脑和读卡机有点麻烦，或者你不太会操作，没关系，我们有更简单的方法，请你拿出你的智能手机，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商店，搜索并下载劳保局行动服务这个官方 App。 第一次使用需要做一些简单的身份认证，一旦认证通过，以后你随时随地就能查询你的所有劳保资料。还有一个最简单，不用任何凭证的方法，就是走去你家巷口或者公司附近的邮局，带上你的邮局金融卡，到 ATM 自动柜员机前面操作。现在的邮局 ATM 功能非常强大，在选单里找到一个叫查询劳保资料的选项，按照指示按几个键，屏幕上就会直接显示你的劳保总年资。不过阿雅要提醒你， ATM 只能看到总年资这个数字，看不到详细的薪资异动明细，所以我强烈建议你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用电脑或手机 APP 登录系统，把那份完整的异动明细表下载或截图保存下来，那是你体检最重要的报告。第二步，拿出你的体检报告，开始寻宝，找出你职业生涯中的黄金5年。你需要耐心仔细地审视你过去几十年的每一笔投保记录。你的目标是找出你这一生中薪水最高的那一段时期是什么时候，那段时期有没有连续不间断的60个月5年。如果最高的薪水时期被分割成了好几段，比如有2-3年很高，然后中断，后来又有1-2年很高，那么这些高薪的月份加起来有没有凑满60个月？在这个仔细检查的过程中，你很可能会有一些发现，比如说你清清楚楚地记得10年前你在某家公司，当时的月薪明明有6万元，但是一看劳保明细表，发现公司竟然只帮你申报了45800元。这就是高薪低报，是雇主为了节省自身的劳保负担而影响你权益的行为，这会对你未来的退休金造成长期的差距。如果你发现了这种情况，而且事情发生还在法律规定的追诉期限之内，通常是5年，你完全有权利去向劳保局反映情况，或者向原雇主请求调整，千万不要让你的权益就这样被忽视了。当你完成上面2步，对自己的状况有了透彻了解之后，可能会面临2种情况，一种是松了一口气，发现自己黄金5年很完整，另一种是发现自己的记录不够理想。如果是后者，别灰心，我们进入第3步，也就是最后的补救与冲刺阶段。这里要根据你目前的状态分2种情形来讨论。第一种情形是你目前还在职场工作，但现在的公司给的薪水不高，或者公司规模小，经营不太稳定，那你就要高度警惕了。
你的目标应该非常明确，在正式退休之前，想尽一切办法，在合法合理的范围内去争取更高薪资的工作机会，哪怕只是换个部门，争取升职，跳槽到薪资更高的行业，或者甚至在能力允许下找一份兼职，目的都是为了拉高你最后那60个月的平均薪资。哪怕你只剩下3年才退休，努力把这3年的薪资提高到最高级距，也能对你整体的最高60个月平均值产生积极的上拉效果。每一分高薪的记录都是在为你未来的养老生活增添保障。第二种情形是你已经离职，暂时失业，或者是家庭主妇、主夫，但你还不想那么快申请退休金，还想继续累积宝贵的年资。这时候你并没有出局，你还有2个重要的选择。第一个选择，如果你从事的是自由职业，像是作家、设计师、顾问、计程车司机、摊贩，或者你是没有固定雇主的临时工、接案工作者，那么你可以去加入和你职业相关的职业工会。在台湾，加入职业工会是延续劳保年资一个非常普遍的途径。在工会投保，你可以自己决定要申报的薪资级距，当然不能超过最高上限，而且这个薪资是可以随着你的收入状况逐步调高的。虽然所有的保费都需要你自己全额缴纳，负担会重一些，但为了累积高薪记录和更长年资，这笔投入从长远看，回报是值得的。不过，阿雅要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一个关键点，加入工会千万不要临时抱佛脚，不要等到明年就要退休了，今年年底才匆匆忙忙跑去工会加保，然后一加保就立刻要求调到最高薪资45800元。这种异常且急促的变动，100%会引起劳保局的注意，很可能会被认定为不符合规定，不仅会被拒绝采纳，还可能产生问题。一定要提早规划，循序渐进，早几年加入，慢慢的、合理的随着工作收入调高薪资，才是稳妥之道。如果你的身份不符合加入职业工会的条件，比如你是纯粹的家庭管理者，那么在你离职退保之后，政府会自动将你纳入国民年金，简称国保的体系。很多朋友对国保很排斥，觉得缴费通知单来了很烦，觉得以后领的钱不多，没什么用。但阿雅必须告诉你一个重要的观念，国保是一张安全网。如果你的劳保年资真的不够，比如未满15年，那么国保的年资是可以和劳保年资合并计算的。它能确保你在达到老年给付条件时，至少还有一笔基本的年金可以领取，不至于没有保障。所以，如果你的经济状况允许，国保的保费也请尽量不要拖欠，它也是你未来养老保障的一部分。讲到这里，阿雅觉得必须再帮大家厘清一个超级常见，几乎每个人都会搞混的观念，那就是劳保和劳退完全是两回事。我们今天花了这么多时间讨论的，会因为最高60个月平均薪资这个规则而巨大影响的，是劳保老年年金，它属于社会保险性质。而另外一笔叫劳工退休金新制，简称劳退新制，那是你的雇主依法每个月至少要帮你提缴不低于你月薪6%的钱，存到你个人的劳工退休金个人专户里，那笔钱完全是你的财产，就像你的银行存款一样，雇主导入的钱加上投资损益，到你退休时可以一次领回或分期领回，它跟你活多久没有直接关系，计算方式也单纯许多。大家最容易搞混、最容易出问题的，往往就是劳保这一块，因为它的规则确实比较复杂。除了以上3个核心步骤，还有一个重要的细节，阿雅认为你一定要知道，那就是请领年金的时机点。劳保条例规定，你可以选择提前领或延后领。如果提前领，每提前1年，你的年金金额就会被扣减 4%， 最多可以提前5年，也就是总共扣减 20%。反之，如果你选择延后领，每延后1年，金额可以增加 4%， 最多延后5年，总共增加 20%。很多朋友一听到可以提前领，可能因为担心或者觉得钱拿到手里比较安心，就在刚满可以请领的年龄，例如60岁，急急忙忙去申请了。但是请你一定要冷静地算一笔长远账，这个扣减或增加的效果是伴随你终身的，除非你的身体健康状况真的很不乐观，或者眼前有急迫的重大经济需求，否则阿雅通常会建议大家，如果身体还算硬朗，尽量撑到法定的全额请领年龄，目前是65岁再申请，甚至如果体力还行，考虑延后几年领会比较有利。我们再用正南哥的例子算一下，他原本每月可领14880元，如果他因为心急提前5年60岁领，金额减少 20%， 就只剩下11904元。反过来，如果他身体不错，去做个轻松的管理员或兼职，撑到70岁才领，延后5年，金额增加 20%， 就变成17856元。这一来一回，同样是正南哥，每个月领的钱可以从12000跳到将近18000，这中间的差距又是6000多元。这个决策影响同样深远。所以智慧康行的朋友们，退休规划不能等到65岁才匆忙开始，它是一项应从40岁最晚50岁就开始的长期规划。你今天花时间了解规则，未来可能守护住辛苦攒下的积蓄。
尤其在台湾物价压力下，退休后的每一分钱都格外珍贵。别因不了解、不行动，让自己的养老钱产生差距。阿雅创立智慧康行，就是希望用易懂的方式，帮大家理解复杂政策，安稳拿回权益，共筑有尊严、有品质的晚年。若你觉得今天的内容有帮助，请立刻分享给家人、朋友或群组。你简单的转发，或许就能帮助关心的人了解自己的退休权益。政策与劳保基金未来可能变化，我们无法控制大环境，但能掌控自己的认知与行动。只有先理清自己的投保记录、年资与薪资状况，无论政策如何变动，都能站在最有利的位置，做出明智选择。我是阿雅，这里是智慧康行。若想持续接收退休金计算与退休规划资讯，请订阅频道并开启小铃铛。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劳保年资或遇到的疑问，让我们互相帮助，共同学习。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退休生活安心稳健。感谢收看，下次再见。祝你平安喜乐，拜拜。